never had that many friends growing up, so I learned to be okay with just me, just 这一件作品其实是在我入学以来，在金属工艺的工作室所产生的一件作品。然后你们可以看得到它上面啊，先说吧，你听到的声音哦，就是我们工作室所有同学工作的声音，在敲打那个金属的声音，还有锯啊，还有焊接的声音。你看，待会儿会听到呲呲的声音，都是工作中对，就是这个。那现在这个作品呢，它的名称叫做《浮跟浮岛》，就漂浮的浮。那我先从材料开始讲，这样可能会比较好进入那个状况。这垂钓的上边都是铜片，那你会看到那个不规则的形状，其实它就是在我们工作室里边那个废料桶里头的一些废片。那这些废片，你如果是仔细看的话，还有一些你可以看得到它另外一半去成为作品的另一半，而它是被遗弃在废弃桶里头的。那这个我从废弃桶里头看到的这些东西，给我的感触很深。那这种感触就是有那种被遗弃的感觉。然后呢，他等于讲说他被遗弃了，但是他的另一半是成为了作品。但是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他会觉得委屈，或者是说他会有点遗憾。他也想要成为那件作品，但是他是被牺牲掉的那一块。但是他没有被牺牲掉，可能那一件作品也就不能成型。对。那这个东西这样的想法让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会觉得说，跟我们的大环境的处境是很类似的，所以我会以辅导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来展现这样的作品。那它是漂浮的，我会觉得很不定的、不安定的，或者说是被遗弃的、被遗忘的那种感觉。但是虽然听起来是很难过啦，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意义上的有这样子的那个意涵在。我听了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会觉得说，真的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不管是人，然后面对的生活上所有碰到的事物，或者是包括材料，所以如果说这个是放在人的身上哦，你不可以去看到就是某些人他可能呈现给你出来看到的是亮点，可是你却忽略到后边怎么成就他的那个力量，那个东西是他是在背后的，他那个支持才能够把最完美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我在想要说的也是这一块。然后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在成立它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讲，因为它一个一个挂，然后就是要很多人团结起来一起才能够做成这样的作品。那更有趣的是，我的很多前后届的同学还有学长啊，我们是最后一届嘛。那这些学长他们有时候我这件作品已经是第2次展了。那第1次只有1座，然后这次因为空间的关系，我做了3座。那他们会回来，他们会在这个作品里头看到他们以前。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丢下来的而且他们对他们的作品，他们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可以从这当中找到他们作品的影子。对，就知道这个是我切下来的那一块，我哪件作品的那个废弃品这样子。那我配合了3座岛屿，那是因为空间的关系。好，那你们可以看到有个水平面，我要让它成为那个浮岛那种感觉，就是它有倒影的感觉。那下边我是用的铝合金的材料，因为我选择它，第一是它颜色差比较大。
好，那我第一次在做的时候呢，下边也是铜，只是没有染色的铜，上面是有染色的铜，那个色差就不是很大。那我这一次是改变了，就是我用新的铝合金来做，让它色差变大一点，然后那个水平线看得比较清楚。哦，所以底下就是它的影子，对，它的倒影这样子。然后我的影像呢，就是直接就是拍我们那个废气筒，就是我们那个工作室里头的废气筒。那个废气筒我是从最底部开始拍，最深处，然后它是全黑暗的。那种是让大家能够去感受这些废气片，它待在这个桶子里头，它的那种想要往外逃、想要往外跑的那种心态，那种心情。那我会取名这个影片的片名，我取名《残念》。那所谓的残念，就是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它就是那种愿望、那种期望的那种心态，很想成为一件作品，但是它现在在这里。那么我就希望透过我把这些废品能够再活用它，让它成为另一件作品。我以上面的网格状去做设定，就是大中小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是，就是你可能要先从草图开始发展，是草图是平面的，然后从2D 发展到3D，对，3D 就是代表360度都必须要能够好看。不过其实这个作品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那我们有那个经纬线之后，我有了经纬线之后，我只要去设定每个经纬线的那个纬度跟精度设定好了之后，那哪一个位置我是挂最高的、最长的，然后哪一个是就慢慢往外的时候，就是那个它的那个个数减少或增加，就会造成波浪，造成高矮的那个高低差出来。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它是一个很费事的工作，费事的作品。对，了不起。好，这先说这一件啊，它的名字叫郁郁爱慕，然后我做了5件，那这一件我取名叫永恒，然后它的胎体也是一样，我用泥塑先塑那个塑形，然后送铸造厂去铸造。那这件是以不锈钢的方式来铸造的，那它的花朵是铜，然后它的技法是叫斐铜。那斐铜可能。我先说这件作品的形成吧，哈。那我们家我本身就很喜欢旅行，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出去旅行，是因为我有家庭家累，然后经济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允许。然后一直到了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经济能力，然后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自助游。然后在自助游的途中，小儿子还小，大概3、4岁的时候，我们到处走啊，他可能在路上看到野花，我觉得那种实在让我很感动的是，他摘了野花之后，他是跑来给我，那他很矮，然后他就举着那朵花，他要送给妈妈，他要送给我，其实那种感动啊，我想当妈的都会有，对，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拿过，而且高高举着他的笑容，给我印象很深。那我们出去玩肯定就是手机一直拿在手上，所以很快的我就把它拍照了。待会在解说的时候，他的照片，这张的照片参考图，我会把它修出来给大家看。大家一看也都会知道啊，这个就是你的儿子这样子。他的笑容。那我会用赤裸的那个儿童的酮体来做呈现，就是跟我要表现那种赤裸的爱、最单纯的爱的那种意涵哈。来做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这2个颜色的配置都非常恰到好处。好，那您现在说这个颜色的问题。对。那我们台座实际上是铜，那这是很传统的那个台湾的铜的那种染色方式，就是染成像铜的颜色。那这个当然不用说，就是不锈钢，然后把它抛亮了。那那个花的部分呢，我们是用的是叫斐铜一种工艺上面的那个做法，它是用火烧到那个铜
那个就是橘红色的时候，最热的时候，把它急速丢到那个硼砂饱和的硼砂水里头，它自然就会把那个就是烧红的那个红色保留下来。它那个是一种那个应该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那种我觉得听下来有一点像是淬炼。对，然后也感觉是千锤百炼之下形成的艺术品。不过所谓一般真正工艺上面的珐桐啊，它出来的效果其实跟这是有差别的。那真正出来，他们应该在做这个淬炼的这个步骤的之前，他要把它打磨到跟这个不锈钢这样子的那种镜面抛光之后，他才去做刚刚我说的那个动作。但是在工艺上面他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我的主题叫画非画，那我本身是绘画出身的，是。那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带有笔触，带有一些就是很自然产生的一些纹路的，或者是说颜色、色差等等这些。我想要表现的是冬天的感觉，因为它有那种冰冷的感觉，所以我在头发的设计上面呢，我就是寻求一些比较透明的质感的东西。那我又希望能够留一些那个绘画性的那个笔触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要太过工艺性。所以我是以铁丝的那个转折方式去架构它，然后铺上那个叫金属网，然后再在金属网上面去粘这些叫做玻璃碎片的东西。那我故意去留一些没有铺到的那个就是绘画里面的有聚有散，对，有浓有淡，有远有近，或者是飞白效果，对白的那种感觉，就是让它不要，反正我是比较排斥太过工艺性的东西。当然。但是老实讲了，我可能也是因为做不到。您客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赋予作品生命力的另外一种呈现方式。我觉得这样的作品让我感觉比较有活力啊。对，你一定就是要有强烈的情感，然后你要有很直观的你想要表达的那种方式，并且不拘泥于那个他的那个工序，他的对。近距离在观察这个作品，我从他的眼睛、鼻子、嘴巴里面看到了我自己。我觉得我当下也会有那种投射，就是我看着他，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然后我也会瞬间想到我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我会想到年轻的自我，就是说站在作品面前会有一个审思，自我的审思，立即性的出现，对。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来读研究所最大的转变就是说，对于我自己在创作上面来讲，我以前的创作就是我随意的创作，我认为我怎么样，我高兴我就创作，没有想到任何的社会责任或社会贡献。但是在研究所的那个学习当中，它就让你要产生这件事情出来。那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说，我们去感受到作品跟观者之间它产生的互动，或者说产生的一些投射或者一些甚至于感动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属于这一个。这样子的网络方式可以更方便的散播出去让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那个社会价值或者社会贡献能够更扩展出去。这是很值得推广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也许你在整个从开始发想到现在，也许花了3年，但是其实严格来说，我觉得事实上，严格来讲，应该更早之前，从你高中念美术班开始，你的个人的艺术涵养就是不断的在堆积。所以我觉得累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一次性的把它爆发出来，我觉得它的力道跟那种广度、饱和度、饱满，其实更强烈。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
怎么说，就是说从事艺术工作或者是绘画工作，是我从小的志向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只是说我的人生的历程是有变化的。那也许在某些时候我是不方便创作的。那所谓的不方便创作，有人就会认为说这随时都可以创作，但是我觉得那是个人问题。对，但是我的观感里面，你随时在创作，因为我总体认为你的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哪怕你的居家布置、你的摆设、你对孩子的带领教育的方式，我觉得那个严格来说，在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对对对。那当然就是我会比较去在意这些事情。对，我觉得这方面来讲，你是当之无愧的。那这3年来其实我做了我所创作的这些东西，都是利用我的就是片段的时间。那我可能会刚刚有朋友来过了，然后我会跟他讲说，40分钟是我的代表时间。那所谓的40分钟就是不长不短，很短，但是也没有太短。那这40分钟就是我的片段时间，能够达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会拿来去成就我的创作。那我平常时候，比如我在开车的时候去接送小孩的时候，上下学的时间，在整个车子里头，只是我单独一个人的空间的时候，我的脑袋是在冥想的，就是说在对创作上面的一些想法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刻。我觉得这一点我同意，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想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是，对，那是一个很私我的空间，个人的空间，然后真的就是很片段的事。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时间上也许片段，但是背后支撑的就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决心跟意志力。是，我一定要达成现阶段我想要展现出来的东西，一定有这个很强大的东西支撑才有办法。对，没错。对，否则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讲，其实片段的时间很难创作。没错。对，所以我会觉得想到你背后这么强大的意念很感动。那这个作品有特别要介绍的？这个作品它从它鼻就是停在鼻梁上的这个叫豆娘那因为我是女儿嘛，所以我就不用蜻蜓，因为蜻蜓感觉比较雄性，我的感觉那这是豆娘，跟蜻蜓长得很类似，它是就是类似蜻蜓的那种很轻盈的。那这件作品我想要表现的是夏天的感觉那它是木下雨露。那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它雨的感觉跟云的感觉然后水的感觉，然后也是一个女孩子，她非常的就是引领的去享受夏天那个雨水的滋润。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土耳其蓝用的恰到好处，因为这个颜色就是对很多女生来讲都是一个很浪漫的颜色。是，刚好这个铜绿是这样的呈现颜色出来。这是就是用化学染料让它产生铜绿，均匀分布在上面，这是铜绿。这件就是刚刚一样的，只是就不同的，可能就花我弄另外一种。那我会强调那种红色，就是因为红色它是在花语里面是代表真爱、最爱，就是爱的意思。所以我用深红色的花，深红色的大红花来让它举着，就是强调它。那它的身体的那个装饰呢，它是铜的身体，然后装饰这个是用贴金箔。那你会发现我贴金箔也是很随意的贴，我就故意让它可能留下一些痕迹下来，不是那么的就刚刚讲的就那种工艺性的完美那种。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绘画上面来讲，留下很多丰富的调子。是，对，小老师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那
这一件呢，它一样是同样的那个菊花，但是刚刚那一件是用的是那个上那个天然漆啊，天然漆的做法，它是环保的，它非常环保，就是漆器可以经常用在那个食器上面，吃饭的那些东西上面。那这个花呢，就一样跟我前面那朵芍药一样，是用那个斐桐的做法。那我会过度烧它，就在淬炼的时候，过程我是把它烧过度的，让它的金属有膨胀有变化，就是会产生更多的那个质感出来。那这是我们刻意的做法。那因为它的花朵很大。那一般做斐桐，它就像我刚刚提到，它是类似，它可以直接拿来当珠宝使用的。啊，那一般不会做到这么大的物件。好，就是以斐桐来讲，这个物件是非常大的。那一般斐桐都是像那个指甲盖这么大，或者是顶多大也是这样，但是是很薄一片平整的，因为它要打磨嘛。那这件很大，所以我就要靠同学们一起来帮忙，有人举火，有人撑着它，然后有人准备什么的，然后来才能完成这么大的作品。你独自一个人是办不到的。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件作品，它就是用的很传统的台湾工艺上面使用的那种铜染色。啊，你会发现就比较均匀，非常均匀。所以我会用一个，就是斐桐的那个比较有质感的那个技法，保留很多的质感的那个花朵来配它。好 ，OK， 在这一系列，这一系列是等于说是绘画作品加上金属线。就是等于把我的铅笔线条换成了金属线来替代。好，那这一系列里头的这些图像呢，这些所谓的速写啊，那是我在天津美院进修的时候课堂的作业。那是大概这些模特儿呢，一般就是5分钟左右，他换一个姿势，然后我是很速度很快的来，然后会那每一张速写的那个绘画性的那个线条就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些都是大概就是A4 大小的那个速写习作。那我把那些就挑了几张出来，我觉得姿势比较我喜欢的，然后把它转成我现在的作品。那些速写呢，大概是距今有大概是21、22，大概21、22。这一套呢，总共有10件作品哈。那我们就说它是系列作品，我把它取名叫做《浮生掠影》。其实，在这些那个素描的那个他们体态啊，这些坐姿啊，或者他们的姿势来讲啊，其实也反映了我自身的一些人生历程的那种怎么讲心情吧。啊，比如每一件作品很悠闲的躺着或怎么样，都是我们一些在某种状态之下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动作，比较放松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其实有一件像这一件，它可能就你会感觉到就是很沮丧的时候，或者很劳累的时候。那每一件作品，我觉得虽然它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裸女，不过它才能够真正的看出它的姿态的美，还有肌肉线条的些微变化。对，还有就是那种就是你刚刚小老师说的那个线条，放松的或者是紧张的，是可能些微的肌肉线条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对，那美就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也就是这所谓的绘画性的那样的线条，它是活的，它充满了那种生命的张力的那种感觉。那整个画面呢，我也就是很素的那种表达，但是也故意去制造一些绘画性的那些颜料上的那个笔触层叠的笔触。那这都跟我的那个我展览的主题是有关联的。
的。看似画，但是它非画，因为它使用了金属线条，它使用的不是纯粹的绘画的材料，这样子，以素描的那种方式来呈现，就是颜色可能就2个颜色，然后是平铺，几乎是平铺的，但是单一颜色里头呢，它又有那个它的那个笔触的那种肌理的效果出来，这样子，就是还是以素描的方式来呈现。这件作品老实讲啊，它花了我就是在学3年的时间，它非常的费力，它的技法叫脱胎，这是属于那个漆艺里边的一种技法。那它很轻，因为它是用麻布那种跟漆去把它塑造起来的。那肯定我们要先一样弄泥去塑形，然后再转成那叫石膏模，然后再由石膏模去贴，就是贴布，就是用漆艺的方法贴布。那它会变成两个模子，然后贴完布再所谓的泡在水里头，然后脱胎完之后再组合这2个布模，然后成为这个，所以它非常的轻。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它很轻，所以我们的造型跟它的立点就是故意是一个很小的立点，它就可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对，它因为它很轻。那这种做法，这种叫脱胎的做法，它以前在古时候就是也不是说古时候，现在也是可以的。就是在大型的那个佛像上面，它会这样做。它会先弄泥塑好了之后，然后铺布什么，然后再把泥掏空。那整个佛像它是很轻的，但是它的那个体积感是很足的这样子。那我这件漆艺作品，它前面就是脸部呢是属于单色漆，然后后边这边呢它是所谓的变涂，然后还有就是软壳贴。所谓的软壳贴就是那个鸡蛋壳那它要经过去膜的处理，然后再碾到大小不一的那个大小，然后我取决我要的大小，然后可能就是我会先用转弯胶带先挡住它，然后做完变涂之后，然后再把转弯胶带撕下来，然后再才在转弯胶带的那个撕下来的痕迹上面，我再去贴这些蛋壳，然后图案才会这样，然后再一层一层的上漆打磨这样子做。很精彩。前面的这个这只蝴蝶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技法里边有漆艺，然后有铸造，然后呢有焊接，然后再来就是它在翅膀的中心这一块呢，它用的是一个叫木木金的做法，就是银铜相叠之后，然后再融合，然后再碾压等等这一些工序，然后它会产生它经过搓磨。就是产生破口，然后再经过碾压之后，它会产生类似木头的那个纹路，所以叫木木金，木头的木，眼睛的那个木，然后金属的金，对。那这种技法在日本它是非常流行的。那它跟那个翡翠也是很类似，它一小块，它可以当宝石来做，就是它直接就可以当宝石来镶在做位在宝石的那个地位上面，位置上面当宝石。我觉得更不简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精工可以筛选的材料很多，不是说譬如说像我画水彩，我就是水彩、媒材嘛，就是媒材非常单一单纯，但是金属工艺的材料非常多，然后处理的手法、技法更多，对，技法，所以你等于要把这些材料学的东西完全熟悉之后，从中筛选出你觉得最适合的技法，适合表现媒材作品的媒材来厉害。这个是这等于就是这件作品呢，是我先生他的一件作品，他的一个随意画的一件那个
个水手作品里头的一个笔画，我觉得很漂亮。那我把它就是截取下来的。然后它是一个别针，到时候你再细拍。好，我到时候再细拍。这个别针呢，它可以别在身上啊，然后它也可以变成颈链。那我这边有留那个，还可以变成颈链戴在脖子上，很漂亮。一个东西它两用这样子。然后它也是漆艺的做法，漆金的那个在金属上面弄那个漆。那这个是软壳贴一样啊。那我有软壳贴，然后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螺钿，螺钿就是贝壳的意思。哦，我知道。我这个别针呢，它整个是用的是那个银，它是银。那这个就是整个底胚，那我就没有上任何的东西，我直接就给它抛光。银的抛光你可以跟那个不锈钢的抛光可以比较一下，银它会比较柔和一点，不像不锈钢那么的强烈。那我在这组里头呢，我就尝试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就是那个可能就软壳贴的那个，我可能用白蛋壳，然后我这个因为我的底色是深蓝色，所以我用的这个蛋壳是那种青色的蛋壳。Saw it come inside, say, pink moon is on its way. None of you stand so tall. Pink moon gonna get you all. It's a pink moon. Hey, it's a pink moon.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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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 moon.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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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k moon. Saw it come inside, say.